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件比手机病毒还可怕的事，手机被监听。现代人的生活几乎都装在手机里，若手机被人入侵，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谈话内容，甚至家人的隐私都可能被偷走。听起来像电影桥段吗？其实真实世界中早有发生过类似事件，不少名人和商业巨头的手机都曾被骇客植入间谍软体而不自知。更可怕的是，普通人的手机也可能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我们今天就来深入探讨手机被监听的8个危险信号。这8种征兆从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开始倒数，到最致命明显的迹象。如果你的手机出现其中几项，尤其是排名第3的信号，千万要提高警觉，一旦出现，请立刻关机断网，否则全家人的隐私都有可能泄光光。在开始倒数之前，先想象一个场景，你的手机最近变得有点怪，也许只是电池比平常更快没电，也许只是在通话时偶尔出现杂音。你可能告诉自己别多心，手机用久了嘛，难免出毛病。但是这可能不是错觉，随着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它也成了骇客眼中的资料宝库。他们会利用伪装的 App、恶意连结，甚至系统漏洞，悄悄潜入你的手机，在你毫不知情时监视你。接下来我们将以倒数方式拆解这8个手机被监控的警讯，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你它们代表什么含义。准备好了吗？赶快对照看看你的手机中招了没。首先登场的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信号，手机话费或网络流量无故暴增。许多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明明这个月和平常一样使用手机，可账单却高得离谱，行动数据用量曲线标得像坐火箭。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记错，或者怪电信商乱收费？别急，这很可能是间谍软体在偷用你的流量。当骇客在监视你的手机时，他们常会在背景透过行动网络或 Wi-Fi 悄悄上传你手机里的资料，比如你的对话录音、照片、影片，甚至麦克风环境声，都可能被不知不觉传走。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简单说，就是流量用量异常飙升。而若那些资料是经由你的手机号码传输，可能还会反映在话费账单上，比如简讯费用增加、国际电话费无故产生等等。想象一下，你在没有下载大型档案，也没追剧的情况下，却发现行动数据一晚上用了好几 GB， 甚至网速莫名变慢卡顿。其实可能是有隐形人在背后借用你的网路开派对。间谍程式就像躲在你手机里的小偷，会暗中连上网路，把窃取到的资讯传送出去。对一般用户来说，流量异常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现象，因为大多数人平常不太仔细检查自己的流量明细，但这正是监听者能利用的漏洞。他们大可肆无忌惮地上传你的隐私，而你可能浑然不觉，只当是网路一时不稳。因此千万别小看话费与流量暴增的信号，建议平时养成留意手机流量使用的习惯。很多间谍软体虽然隐蔽，但仍会留下流量飙高的蛛丝马迹。如果你发现数据用量突然比平常高出许多，而且找不出合理的原因，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你的手机正在被远端监控，资料正源源不绝地被偷走。除了流量，用钱包检查手机是否安全也是个办法。有些恶意软体会利用你的门号发简讯或拨打特殊收费电话来传输资讯，导致话费激增。比如它可能每隔几分钟就背景发送一条国际简讯回报资讯，或者偷偷拨打一串你不认识的号码。这些异常行为最后都会反映在账单上。如果你发现月账单里出现许多未曾拨打的通话记录或简讯费用，那几乎可以肯定出问题了。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多出这些费用。所以当你面对突然飙升的话费或流量数据时，不要急着怪自己健忘或怀疑是电信公司的错，很可能是你的手机已被入侵。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监听征兆，因此我们把它列为第8名，但同时它也是最基础的警报。一旦发现可疑的费用或流量异常，请务必展开进一步排查，比如检视哪个 App 耗用了最多流量，或者是不是有背景程序在偷跑。毕竟在你还没察觉时，你的隐私可能已经透过数据网络悄悄泄露出去。接下来这个信号比较少见，但危险程度极高。如果你的通讯录里
突然冒出你从未见过的陌生联络人，那就要非常当心了。想象一下，有一天你打算联络老朋友，打开手机的联络人列表，却赫然发现多了一些完全不认识的名字或号码。你心想，奇怪，我什么时候存了这个人？这可不是记忆差那么简单。陌生联络人出现在你的电话簿中，很可能是有人远端操控你的手机。这听起来骇人，但确实是监控者可能采用的手法之一。为什么入侵者要往你通讯录塞人呢？其实这往往是为了方便窃听和转接。有些高阶的监控软体可以修改或添加联络人，以达到电话转接的目的。比方说，入侵者可能新增一个伪装成电信客服的号码，偷偷将你的通话转接到他们的装置上。一旦电话转接成功，你打给朋友的电话，朋友打给你的电话，他们都能截取一份。另外一种可能是在你的通讯录里加入陌生号码作为隐藏入口。例如，某些间谍软体会指定一串特殊号码，当这号码在联络人中时，可以通过拨打或简讯指令触发木马。当你看到完全不认识的联络人时，这极有可能说明对方已经取得了你手机的高级权限，才能如此不动声色地更改你的联络资料。它不是常见现象，但一旦发生，危险等级极高，因为表示你的手机几乎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中。真实案例中也有类似手法的例子，例如过去曾发生过骇客远端在受害者手机添加联络人，伪装成受害者的亲友，接着用诈骗电话或讯息冒充该亲友行骗的事件。如果你看到不明联络人，可别以为只是同步出了错，或朋友借你手机时偷偷存了号码。最明智的做法是立即核对那些陌生联络人的详细资讯，电话号码是哪国的，有没有特殊格式，名称看起来是否可疑。通常监控用的虚假联络人名字可能伪装成类似系统讯息，这样不起眼的称呼，或者号码带有异常的国码。发现这种联络人，千万不要拨打或发讯息过去测试，因为那可能正中对方下怀。正确的应对方式是尽快将手机网络断线，并进行安全扫描，确认是否有间谍 App 潜伏，同时把这号码记录下来，之后重置手机或清除木马后再进行查证。总之，通讯录里的陌生人绝非无辜，他极可能是监控者在对你招手示威。由于这项迹象比较罕见，一般监视软体不会轻易暴露到这种程度，但万一出现，就说明情况已非常严重，请务必提高警惕，把它视为手机被监听的红色警报之一。你的手机是否用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异常的卡顿和缓慢，甚至储存空间也莫名其妙接近满格。虽然手机用久了变慢是常有的事，但如果在短时间内性能大幅下降，就要当心这是不是监控软体在捣鬼了。想象你昨天手机还好好的，今天却点开 App 要等很久，打字经常延迟，甚至无端闪退重开机。检查存储发现，本来还有好多空间，现在突然显示容量不足。一般人可能归因于手机老了，或者是不是最近照片影片太多。可如果这些现象来得又急又怪，那背后可能潜藏着不寻常的原因。间谍软体为了长期监听你，往往会在你的装置中长期潜伏运作，而且不断收集各种资料。这就像在你手机里养了一只贪吃的寄生虫，疯狂啃食着系统资源和储存空间。它可能持续记录你的通话、录音、你的周围声音，截取你的简讯和聊天，再把这些资料暂时存在本机，等待传送。久而久之，哪怕是再新的手机，资源也会被拖垮，处理器被占用，手机运行当然就卡，而大量偷偷录制的音讯、影像暂存档塞在你看不到的资料夹里，你的储存空间很快就被吃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代的间谍 App 往往相当复杂，它不只偷资料，还会自我隐藏。为了不让你发现，它不会把偷来的档案显示在相簿或音乐列表里，而是藏在生成目录。但是容量被占用，这件事是藏不住的。所以如果你发现手机容量突然吃紧，又找不到对应的档案来源，极可能是有隐藏的监控数据塞满了你的机子。除此之外，你也许还会注意到手机变慢时伴随的一些诡异现象，比如平常不会闪退的 App 频繁崩溃，键盘输入时有明显延迟，或者滑动萤幕时不再流畅。这些都有可能是恶意程式过度占用 CPU 和记忆体造成的结果。
尤其是当你的手机明明型号很新，或者刚重置没多久就出现如此卡顿，那就更不正常了。间谍软体在偷偷追踪你时，真的会让性能雪上加霜，即使旗舰手机也不例外，它等于背地里拖着你的手机跑马拉松，你的装置再强也会喘。不信的话可以做个对比，把手机切到安全模式，只运行系统、必要服务，看看是不是流畅许多。如果安全模式下顺畅，但正常模式下卡成幻灯片，很可能就是有鬼。再来谈储存空间，有个办法可以稍微自我检查，打开你的手机储存管理，看看有哪些项目占用了大量空间。如果是监控软体造成的爆满，往往空间会被奇怪的系统档案或你不熟悉的分类占据，你可能找不到明确的大档案，但系统就是显示记忆体被用光了。这就是因为间谍程式把收集到的资讯存成隐藏档在系统内，普通档案总管不容易发现，但容量还是算在内。如果你看到储存空间无缘无故飙到 90% 以上，清理快取也无济于事，十之八九不寻常。总之，手机严重卡慢和空间爆满是监控软体活动过猖獗的结果之一。我们都知道手机用久性能会变差，但那通常是逐渐的，而监控带来的性能下降可能是在短时间内急剧发生，让你明显感受到手机和昨天判若两机。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别只怪自己开太多 App 或者档案太多，请务必考虑是否有不明程式在暗中运作，仔细检查最近是否安装过可疑软体，或在应用程式清单里寻找陌生的名字，这点我们稍后还会详谈。第6个信号提醒我们，当手机像生病一样变得迟钝臃肿，就该想到是不是有数位病菌潜伏其中了。在日常生活中，垃圾简讯和诈骗讯息我们都见得多了，但这里说的奇怪简讯信号指的是一些特别异常的简讯内容。例如，你最近频繁收到陌生号码传来的简讯，内容是一串乱七八糟的符号或看似程式码的文字，或者夹带着你从未听过的网站连结。更诡异的是，有时这种简讯一来就立刻消失，可能刚在通知栏瞄到，点进收件匣却找不到了。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怀疑会不会有人正在试图对你的手机下指令或测试连线。没错，一些进阶的监控技术会利用简讯作为远端控制的渠道。过去曾有不少间谍软体透过隐藏简讯指令来遥控中毒手机，比如发送特定格式的短信给你的手机，手机里的木马收到后就会执行某些任务，例如开启录音、回传定位。正常情况下，这种指令简讯会被木马拦截并隐藏起来，不让用户发现。但有时程序漏洞或相容性问题可能使这些暗号简讯露出马脚，短暂显现在收件匣里。如果你碰巧看到了内容怪异的简讯又凭空消失，绝对不是你的手机闹鬼，而极可能是监听者在向手机发号施令。另一种状况是，你持续收到附带奇怪连结的短信，对方号码既非广告常见的5、6码短码，也不是你熟悉的电话。尽管垃圾讯息广告也很多，但如果每次都在你谈及某话题后马上推送相关连结，那就很可疑。也许你才和朋友聊完想买车，结果几分钟后一条陌生简讯推来贷款买车的资讯，或者刚讲到哪里旅游，突然收到不明来源的行程推广链接。偶尔一次可能是大数据广告，可要是频繁出现说曹操到的推送，十有八九是你的对话真的被偷听了。这在国外也有人做过实验，发现只是在聊天中多次提到某产品，过没多久相关广告简讯函通知就冒出来，非常诡异。所以当你碰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有 App 在窃取你的语音或讯息内容，再转卖给广告商牟利。虽然不一定是直接骇客针对你，但这也是一种监控行为，而且你的隐私已经被泄露给行销系统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些监控者会利用陌生简讯来试探你的手机是否在线，比如向你的号码发送一则不含内容的讯息或特殊符号，如果系统返回送达回执，他们就知道此时你的手机开机且信号正常，方便下一步行动。甚至有更阴险的，会发送看似正常的验证码短信，
但其实内含木马链接，只要你一点击，那就真正招来木马。有些人或长辈可能一看到您有一笔快递未领取点此查询，就手滑点了，结果间谍软体悄悄下载，后患无穷。所以当你的手机开始频繁收到奇奇怪怪的简讯或消息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附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击。删除之前还可以先 Google 查询那串网址或代码，看是否有人报告过相关诈骗或病毒。如果简讯内容像乱码，也不要不以为意，很可能那根本不是给你看的人话，而是给潜伏在你手机里的木马看的指令码。监听者正透过它和你手机上的恶意程式对话呢。这个信号看似平常，谁没收过垃圾讯息呢？但微妙之处在于频率和内容。当怪简讯成为常客，就非同小可。我们将它列为第5名，因为许多人遇到此情况，往往会当成一般诈骗讯息忽略掉。然而在这份榜单里，它是很重要的一环，可能是你能够看见的监控者身影。在后面的防范措施部分，我们也会提到，遇到这种情形该如何加强保护，堵上这条监听的门缝。让我们想一想，手机没在用的时候，本该是凉爽安静的。如果你发现手机待机状态下却烫得跟暖手宝一样，电池电量嗖往下掉，这绝对不是正常现象。电池异常耗电或手机发热是另一大监控警讯，而且相当直观。手机温度高通常意味着里面的处理器在忙碌运转，电池迅速耗尽也是同样道理。如果你并没有在玩游戏、看影片这类重度使用，手机却闲着也发烫，静着也掉电，那极有可能是有看不见的程式在背后高速奔跑。就拿深夜待机为例，很多人习惯睡前把手机充饱电，结果一早起来，手机在枕边热乎乎的，电量掉了20-30%。更离奇的是，有时你还会听到手机风扇声，某些游戏手机有风扇，或感觉到手机壳在震动微热，可萤幕是熄灭的，看似什么都没干。这种待机异常发热正是典型迹象之一。间谍软体为了尽可能收集资料，常常会在你不使用手机时疯狂工作，因为这段时间你最不容易发现异常。想象监控者挑在凌晨你熟睡时，远端启动你手机的麦克风录音、定位功能和网络上传。你的手机俨然成了一台偷资料的机器，处理器全速运转进行录音压缩，上传模组忙着发送文件。如果偷资料的量大，手机甚至可能热到触发过热，保护自己重启。有些使用者曾反映，手机放口袋里突然烫得吓人，甚至自动重启。事后回想那阵子常有可疑征兆，才发现原来是中了间谍软体。电池快速耗尽则更容易被注意到，原本一整天够用的电量，现在半天不到就见底，出门不带行动，电源根本撑不住。这种明显恶化通常不是电池老化这么简单。以现在的智慧型手机技术，如果不是电池使用多年，寿命降到谷底，1-2天内不会突然出现断崖式掉电。所以当你感觉手机最近老是撑不久，天天嚷着怎么用，没多久又没电了，别只顾着抱怨手机厂没良心，可能真正偷走电量的是潜伏的监听软体，它在背后启动各种功能，持续占用 CPU、GPS 数据连线，让电量像瀑布一样直直往下掉。有人打比方说，手机被监控时的状态就像人在紧张时疯狂流汗一样， CPU 满负荷流汗，电池电量哗啦哗啦流失。如果你最近没装什么新的大耗电 App， 也没有改变使用习惯，但电池续航却大不如前，那就要调查原因了。如何确定是不是恶意程式导致的耗电？检查电池使用报告是一个办法。现在的智慧手机一般都有电池用量的详细统计，在设定里找找电池或耗电相关选项，看看哪些 App 或服务吃掉了大宗电力。如果榜单上出现一个你不认识的程式名，或者某个平时很省电的功能，例如待机、闲置，突然跃居耗电排行前列，那就非常不对劲。曾有安全专家指出，如果没有安装新 App 却出现陌生的高耗电程式，几乎可以肯定是中了木马。此外，一些间谍软体为了伪装，可能把自己伪装成系统进程名称，但你仍然能看出端倪。例如，一个叫系统服务的项目，
却占用了异常高的电量，又或者 Google 服务耗电百分比突然翻倍。细心检视这些资讯，有助于揪出幕后黑手。总而言之，异常发热与耗电是相当可靠的监控警讯，因为物理现象最难掩盖。正如领先时代的一篇文章形容的，这些恶意软体就像在你手机里开狂欢派对，让手机烧得发烫。当你的手机发出这样的高烧警报，千万别忽视。第4个信号我们排在这里，是因为不少人确实曾透过电池的异常表现发现手机被装了不该装的东西。下次若感觉手机烫手，电量飞跌，不妨立刻检查有无不明程式在偷跑，把隐私连同你的电一起偷走了。现在我们来到第3个，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信号。如果你的手机里突然冒出你从未安装过的应用程式，或主画面出现奇怪的图示，那几乎可以铁口直断，你的手机被人远端控制安装了监控软体。这种迹象一旦出现，危险等级爆表，请立刻让手机离线并关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为什么要这么紧急？因为当不明 App 堂而皇之出现在你手机里时，说明对方对你的装置掌控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再不阻止，你的通话、讯息、照片、密码等所有隐私将全面失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我手机里 App 这么多，怎么知道哪个是不明的？让我们举个例子，有天你解锁手机，发现桌面上多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应用图标，它的名字看起来很官方，比如叫系统设定助手或装置服务，图标也朴素平淡，不是齿轮就是什么抽象图案。你翻遍记忆也不记得自己装过这玩意儿，上应用商店搜索，似乎也没有这个 App 的资讯。这种莫名其妙跑出来的 App 就是高度可疑的监控程式。许多间谍软体喜欢伪装成系统工具，企图混在预载应用中不被注意。一般使用者看到名字像系统服务，也许就以为是手机原本就有的程式，不会怀疑。然而事实上，它可能是昨晚你连上公共 Wi-Fi 时，黑客远端偷偷推送安装的，或者是你不小心点了某个恶意链接时被下载的。更狡猾的是，不少监控 App 安装后不会在桌面生成图示，而是完全隐藏运作。但有时由于系统版本不相容或安装流程露馅，它们可能短暂地显示在桌面或应用列表中。如果你正巧看见，那可说是撞见了鬼影。如果这时你什么都不做，过后它也许又消失藏起来，但木马仍在暗中工作。所以千万不要忽略当下那稍纵即逝的线索。一旦发现任何不认得的 App， 立即行动，立刻断网并关掉手机。电源是第一步，防止对方继续通过网路窃取资料或远端操控。接着你可以在断网状态下重新开机，进行安全扫描或手动检查是否还能找到该应用的踪迹。监控类木马往往会取些听起来很系统的名字，除了上述的设定助手，还常见例如 Update Service 更新服务、SIM Toolkit、SIM 工具等等。有些甚至名字看起来就是 Spy、Monitor 这类直白词，但他们可能刻意使用你不熟悉的语言或缩写来迷惑人。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应用管理列表里看到重复的系统 App， 比如你本来就有一个设定程式，但清单里竟出现2个设定，一个图标略有差异，或者2个一模一样的相机 App， 其中一个其实是伪装，这些都绝对不正常。当然，也有可能你看到的不明 App 其实是手机厂商默默推送的更新组件或内建程式升级后分离出的新 App。 如果确定是那样，问题不大，但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在安全问题上多一分小心总是好的。如果你拿不准那个陌生软体是不是官方的，可以先把 App 的名称拿去网络上搜寻，看有没有人讨论过。如果一查发现是一款间谍软体的大名，那就几乎板上钉钉了。为什么我们对这条迹象如此紧张，甚至建议立刻关机呢？因为当监控者的软体已经安装成功在你手机里时，你所有的敏感资料都等于置于对方掌中了。从此刻开始，你的手机形同对方的直播摄影机和窃听器，对话被录音，镜头可能被打开偷拍，定位实时上报，简讯社群讯息全部备份。一旦他们收集到足够的信息，你和家人的隐私、银行账户、公司机密无一幸免。更糟糕的是，某些恶意软体还有自我防御机制，可能尝试反制你的删除行为。
所以当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迅速断开它与外界的联系，关掉网路后关机，能最大程度阻止数据继续外泄，同时也防止木马激起狗急跳墙，做出更危险的动作。在实务上，如果你确定中招，后续建议是用另一台干净的设备上网查找移除该木马的办法，或者直接备份重要资料后彻底恢复原厂设定，重灌手机。毕竟当手机已被装了监听软体，再继续在上面输入任何密码，谈任何内容，都等同于送货上门。第三信号是个分水岭，出现前你可能还只是怀疑，出现后就几乎可以确诊手机中毒了。请记住，一旦看到不明 App 入侵手机，务必要果断处置，不要存有也许没事的侥幸。这可是我们特别强调，一旦出现，请立刻关机断网的关键征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隐私，就在你那一瞬间的决定。现在来到倒数第二个信号，这一条可说是经典的被窃听判断依据。你的电话通话品质出现难以解释的异常，例如持续的电流杂音、奇怪的嗡嗡声，或者对方说话声音里夹着重复的回音。现代的电话通讯通常非常清晰稳定，特别是数位行动网络有各种降噪技术，因此如果在非讯号不良的情况下，你经常听到莫名的杂讯干扰或明显的回声，那就可能不是简单的线路问题了，有可能是第三方在窃听你的通话所留下的痕迹。许多人对于电影电视里老式电话被窃听时出现杂音和回音的情节应该不陌生，那其实是有一定根据的。在模拟讯号时代，窃听装置接入电话，线路会引入阻抗变化，从而产生杂讯或让声音反射导致回音。在数位手机时代，方式不同了，但一些未经授权的录音或转接行为仍可能导致异常音效。例如，某些间谍软体会在你通话同时开启扬声器或麦克风二次写取，结果造成声音反馈，形成细微的回响。如果监听程序对通话讯号进行处理不佳，也可能引入底噪。再有就是，如果你的通话正被偷偷转接到另一个设备上旁听，那无形中也是多了一段传输，中间任何时刻微小的延迟或干扰都可能体现在你耳中成为杂音。怎么判断杂音是不是异常呢？通常如果只是偶尔在偏远地区通话有杂讯，那是正常的，但若你在市区讯号满格也频繁听到异常杂音，就不寻常了。一种典型的情况是，你和朋友讲电话时，总隐约听到像电流嘶嘶或断断续续的滴答声，而且不止一次的出现。还有的时候，你甚至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隔了2秒又传回耳边，明显的回声延迟。这绝对不是手机幻听，很可能是有人在串线。现今直线电话被实体串线的机会几乎没有，但手机通话若被软体监听，也能出现类似效果，仿佛第三人拿着麦克风对着你的通话在录音，你会听见背景回绕。有趣的是，经验丰富的人甚至总结出一些玄学检测法。例如，过去有人说打电话时听筒偶尔传来1-2声奇怪的咔嗒响，就怀疑被监听，虽然未必那么灵，但确实存在一个半实验的检测方法，用你的手机拨打自己的号码。正常情况下，你不可能自己打给自己，电话应该直接语音提示忙线中或无法接通。但是曾有人发现，自身手机被转接监听时，用本机拨本机，竟奇异地响起了嘟嘟的通话等待声，仿佛电话被转到了别处又转回来。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逻辑上讲得通。如果你的来电已设置自动转接到另一个号码，监听者的号码上，在拨自己手机时，就等于呼叫被转到了对方设备并证明。当然，不同电信商和手机这种测试不一定都有效，但有心的人可以试试这招。如果出现不寻常的接通音，那几乎坐实你的电话通信被人动了手脚。除了上述，人们也分享过其他经验，比如通话中经常莫名中断挂线，而且回拨又正常，这可能是监听程式一时出错导致电话挂断。如果每通电话都规律性的在几分钟后中断，也值得怀疑。此外，一些老牌木马在启动录音时，还会触发手机出现短暂的静音或咔的一声，细心的人可能会捕捉到。总之，通话时的异常杂音
回音和频繁断线都是重要线索。虽然现代监控技术越来越进步，尽量避免留下这些痕迹，但世界上没有完全无声的偷窃。如果我们的耳朵足够敏锐，还是可能发现不寻常之处。当你的电话经常出现上述情况，不要一味地怪电信信号差或手机故障了。你可以尝试换一支电话或用通讯软体通话，看问题是否依旧。如果只有那台手机的正常电话通话有问题，那就非常值得警惕。第二信号提醒我们，耳听为真，有些偷听者再狡猾，也会在电话线那头留下沙沙回音。千万别忽视这背景音里隐藏的求救讯息，因为很可能正是你的手机在向你示警。终于来到第一名的危险信号，也就是最难忽视、最令人背脊发凉的征兆。你的手机出现各种自主行动，仿佛被看不见的人控制了一样。这具体包括哪些情况呢？举凡萤幕无故亮起，手机在你没操作的情况下自动开机或关机，界面自己跳来跳去，点击按钮，甚至相机和录音功能莫名启动，这些都属于最高危的警讯。如果你的手机仿佛成了一部闹鬼的设备，那几乎可以确定有恶意软体在背后远端遥控你的装置。想象半夜你把手机放在床头，房间一片漆黑，突然之间手机萤幕自己亮了，你拿起一看，没有来电也没有任何通知，它却亮着屏幕，好像里面有人唤醒了它。你的心里是不是发毛了？又或者你正在专心看书，旁边的手机居然自己重启了，出现开机画面。更邪门的是，它有时甚至自己打开某个 App， 或者拨出一通电话，又立刻挂掉。一两次的巧合也许可以归结于系统故障，但如果这类自主行动频繁发生，那就足以说明问题。你的手机很可能正被人透过间谍软体远端操纵。有些高阶的恶意程式具备远端操控功能，允许入侵者在后台远端控制你的设备，就像你手机里住了一个幽灵。这幽灵可以侦测到你目前不用手机，于是明目张胆地活动起来。例如，它可能在你离开手机时偷偷唤醒萤幕，以启动某些服务或传输数据，或者在你通话时自动打开录音 App 开始录，甚至能模拟你的触控操作，点开设定，修改一些权限。这听起来像科幻，但其实透过木马的高权限完全做得到。一些 Android 的间谍软体特别喜欢亮屏，因为某些系统限制下，萤幕常亮能防止它们被系统休眠挂起。因此，如果你看到自己的手机常常无缘无故自己亮屏，却没有通知，十有八九是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搞事。再说自动重新开机或无预警关机，一般来讲，手机不太可能自己开关机，除非电池耗尽或者系统崩溃重启。而如果你的手机电力充足却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恶意软体在进行某些操作导致。例如，它为了安装某个核心模组，可能会触发系统重启，或者黑客远端下达了重启指令，让木马重新整理。尤其是每次你做出某些动作，手机就重启或关机，那简直像是它有意阻止你。曾有受害者经历，他发现想打开杀毒软体扫描时，手机就瞬间重启，反复如此，最后证实是木马在作祟，不让它启动安全应用。这种与使用者对抗的迹象非常可怕，因为代表木马已经深深扎根，而且具有防御性。另一种被附身的表现是，萤幕上出现鬼按键，也就是画面自己乱跳，点击，像有个隐形人在快速操作你的手机。这可能发生在你正在看的时候，也可能事后你发现 App 自己开启过的痕迹。比如打开微信，看到某条讯息已读，但你根本没看过，或是相簿里多了截图，但你完全没截过图。这可能是木马截萤幕偷资料留下的文件，甚至有一些木马会在你不注意时打开相机拍照或录影。虽然大部分时候你不会察觉，但有时候匆忙间相机快门声响了一下，或者录影指示亮了又熄，你可能还以为按到快捷键，其实背后有人在窥探你的生活。还记得先前提到 Android 12版本新增的录音摄影指示图示吗？如果你在没使用相关功能时，频繁看到萤幕顶部出现绿色的小点，表示麦克风或相机在被使用，那就非常不妙，因为你的手机可能正在被监看或偷听，而你却没在用任何会用到麦克风、相机的 App。
将上述这些反常汇总起来，其实指向一个结论：你的手机已被完全控制。我们把这归为第一信号，因为它几乎是铁证如山的最后警告。如果手机只是中了普通病毒，顶多弹广告或变慢，但被专门的监控木马控制，才会出现如此匪夷所思的现象。手机好像成了有独立意志的东西，那其实是别人在远端操纵着你的第二人生。一旦到了这步，代表你的隐私安全形同虚设，监听者可以为所欲为，包括使用你的身份给别人发讯息，调取你装置内的任何资讯，甚至嫁祸于你。老实说，如果真的明确遭遇第一项信号，你能做的善后措施就很有限了，因为这表示木马极其顽强，往往必须采取最极端手段，像立即隔离网路、备份后恢复原厂设定，这类做法才能彻底根除。不过庆幸的是，多数人不太可能走到这一步，就仍然没发现不对劲。第一信号通常和前面那些信号一起发生，你的手机会同时又烫又慢又掉电，同时萤幕乱亮，简直闹翻天，想不注意都难。但我们还是要把它列出来，当成敲响的最后警钟。如果你的手机开始闹鬼，别怀疑，赶快行动自救吧。讲完了手机被监听的8大危险信号，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并提供几个对策。毕竟发现征兆后，最重要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资讯安全。从第8名到第1名，我们经历了一场手机中毒的逐步深入。一开始也许只是流量费用的蛛丝马迹，接着慢慢有了性能下降、异常讯息等迹象。越往榜首走，代表监控越明目张胆，千万不要等到所有征兆都出齐了才采取行动。只要出现其中几个，你就应该开始警觉并采取措施。那么，当我们怀疑手机被监控时，可以怎么做呢？以下是一些基本的建议。立即隔离手机，如同我们反复强调的，如果你发现重大可疑迹象，特别是排名前3的那些情况，第一步就是让手机脱离网路。不管是拔掉 SIM 卡、关掉行动数据和 Wi-Fi， 还是干脆关机，都可以暂时阻断监听者与手机的连线，这能防止情况继续恶化，避免更多资料被窃。同时，准备好另一台安全的设备，作为后续查询资讯或联络的工具。千万别用可疑手机去上网搜寻，我手机是不是被监听？因为在你查的同时，木马可能也在看你查什么。检查并卸载可疑 App， 仔细浏览你的应用列表，包括系统应用。有任何不认识或近期安装但你没印象的软体，一律卸载删除。如果发现某些应用无法卸载，按了没反应，或要求奇怪的管理员权限，那可能就是恶意程式无误。你可以先尝试进入安全模式后再卸载或者撤销它的不必要权限再尝试。如果还是不行，就记下它的名称备用。使用可靠的行动安全软体扫描，市面上有许多手机防毒软体，可以扫出已知的间谍软体。找一款口碑好的，例如一些大厂牌的行动安全 App， 更新病毒码后对手机做全面扫描，它可能会帮你揪出藏匿很深的木马。就像专家说的，抓藏在墙缝里的蟑螂要用探照灯，防毒 App 就是那探照灯。不过要注意，安装安全软体本身最好在网路已断开的情况下进行，避免在扫描前木马提前干扰或自毁。检查权限设定，进入手机的隐私权限管理，看看有哪些 App 取得麦克风、相机定位等敏感权限。如果有你不认得的 App 拥有全套权限，立刻取消。许多间谍 App 需要麦克风录音权限、读简讯权限等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发现不该给的权限却打开了，仿佛你把家门钥匙交给陌生人，那就快把门锁换掉。关闭可疑 App 的权限，至少能暂时阻止偷窥。更改重要账号密码，假如你的手机真的被监控过，那你在这台手机上输入过的账号密码都有外泄风险，尤其是电子邮件、社群、网银等账号。建议在确认手机安全之前，先不要在此装置上登入敏感账户，拿其他安全的设备尽快修改重要密码，最好启用双重验证 2FA， 增加一层保护。改密码时在另一台装置上做，是为了避免木马记录你新密码。这步骤能减少进一步经济损失或资讯被盗用的风险。还原出厂设定，当你怀疑已深或查出难以清除的木马，
而你又希望一劳永逸，最彻底的方式就是备份后重置手机，将装置恢复到出厂状态，可以清除掉绝大多数的监控程式，除非极少数植入系统底层的，但那对一般人不太会遇到。重置后，在安装应用时务必要谨慎，只恢复你信任的干净应用，不要再把老毛病带回去。最后，预防胜于治疗，为了避免日后再次中招，你可以采取一些习惯上的改进，例如不要随便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安装非官方商店提供的 App， 有些监控木马伪装成破解程式，在非官方途径散布，定期更新手机作业系统，因为更新常常包含漏洞修补，可以堵上一些骇客可能利用的后门。还有，对于公共场所提供的免费 Wi-Fi 要小心，有时骇客会设置钓鱼 Wi-Fi 来植入手机木马。另外，为各个重要账户设置强密码并启用双重验证，这样即使手机有木马，对方要直接侵入你的网银或社群账户也没那么容易。经常留意自己的手机状态，培养对异常状况的敏感度，则是保护个资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回顾今天分享的内容，是否有几项让你联想到自己的手机呢？希望大部分人是没有的，但如果有，那现在你已经知道该如何应对。资讯安全的意识就是这样建立的，从察觉异常开始，进而采取行动。现今这个时代，手机就像我们随身的小房间，里头摆满了隐私。然而，一旦房门没锁好，随时可能闯进小偷。监听软体和骇客就是那批在数位暗巷中伺机而动的小偷，他们可能不挑对象地撒网，只要撞见没防备的就下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提高警觉，守好自己的手机门户。千万别以为手机被监控是小概率别人才遇得到的倒霉事。当你接触网络的一刻起，你的设备就置身于风险之中。幸运的是，只要掌握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信号和对策，你就多了一双辨别黑暗中的眼睛，能及时发现那些隐秘的威胁。最后，用一句通俗的话做结尾，手机就像你的另一双眼睛和耳朵，如果哪天它开始替你看、替你听，那可不是帮你，而是在监视你。别忘了留意这些危险信号，当心你的贴身小帮手变成泄露全家隐私的内鬼。守护个人资讯安全，从发现和排除隐患开始。希望今天的深入探讨能帮助到你，在这网络诈骗和骇客横行的时代，给你的手机装上一把看不见的锁。让我们一起提高警觉，保护好自己的数位人身安全。